10年前，2014年3月8号，马来西亚航空370号班机在起飞后1个小时不到就和外界失联，从此不知去向。而这一事故呢，也成为了航空史上著名的悬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马航 MH370 失踪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一架飞机在众目睽睽之下，真的有可能凭空消失吗？答案是有可能。而10年前的马航 MH370 失踪案呢，就是最残酷的证明。马航 MH370 呢，在航行的期间突然跟外界失联，消失在雷达上面，最后整架飞机还有机上的239个人全部失踪，离奇的空难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因为没有人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位置，连飞机上面最重要的黑盒子也没有找到，所以到目前为止，整架飞机的失踪的原因是不明的。不过就在今年的年初呢，有专家推测出了马航 MH370 失事的真正位置，让还原空难事件的真相出现了一丝的希望。马航 MH370 消失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飞机就这样不见了？还有机会找到马航 MH370 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1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链接，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2014年3月8日凌晨0点41分，马航 MH370 载着227位旅客、12名的机组人员从吉隆坡准时起飞，飞往目的地北京。起飞后的38分钟，因为马航 MH370 准备飞离吉隆坡飞航管制区，并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的飞航管制区，所以吉隆坡塔台呢就跟马航 MH370 发布了例行的飞行指示。在飞行指示对话结束之后呢，机长回复吉隆坡塔台晚安，马航370。没有想到这句话呢，竟然是马航 MH370 最后的通讯记录。之后，马航 MH370 进入了胡志明市的飞航管制区，但只过了42秒，飞机就从雷达上面消失了。胡志明市塔台人员呢，发现飞机进入领空又消失不见，开始尝试联系马航 MH370， 但却怎么样也联系不上。而在马航 MH370 失联超过5个小时之后，早上6点32分，马来西亚官方开始了第一波的紧急救难。救援团队呢，在马来西亚还有越南之间的南海区域展开搜救行动。马航 MH370 凭空消失的消息一出，震惊了各界，也让不少人疑惑，在这么多雷达监控设备的监控之下，飞机到底是怎么不见的？关于马航 MH370 的失踪案呢，马来西亚官方的调查报告中呢，指出了几个人为疏失。首先，从吉隆坡航管中心说起，马航 MH370 在雷达上面消失的时候呢，吉隆坡航管中心呢正处于忙碌的状态，所以没有人及时的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等到发现异状时呢，吉隆坡航管中心还认为飞机已经进入越南领空，所以就没有继续的追踪这件事情。然后到了胡志明市的这个航管中心这边，这让胡志明市的塔台人员及时的发现飞机不见了，之后也有尝试了联系马航 MH370， 但胡志明市塔台人员却在飞机消失了19分钟之后才通知吉隆坡塔台，被外界质疑塔台的这个危机处理的反应不够及时。而另外呢，根据规定如果出现飞机失联的情况，应该要在1个小时之内通报吉隆坡航空救援协调中心。但双方塔台在沟通不良的状况之下，没有及时的回报救援中心，也延误了救援的时间。最后，官方调查报告也指出，事发当晚凌晨2点左右呢，马来西亚空军雷达呢有侦测到马航 MH370 的踪迹。军用雷达显示飞机出现在马来西亚槟城西北320公里处，严重偏离了航道。但马来西亚空军呢，在发现异常的情况之下呢，却没有及时处理，错失了找回马航 MH370 的机会。而马航 MH370 失踪之后呢，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要把飞机找回来各国联合展开了航空史上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马航 MH370 失踪的前期呢，共有27个国家、超过30架的飞机与直升机，还有60艘船陆续的参与联合搜救行动。
各国同心协力在南海区域搜索，但找了1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而之后经过专家分析认为飞机可能坠毁在印度洋某处，所以搜救行动呢改为以这个海底捞索为主。那这次的海底捞索行动呢，持续了3年主要由澳洲马来西亚还有中国3方合作，花费突破1.5亿美元，在印度洋的海底搜索超过11.9万平方公里，等于是3.3个台湾的大小。但搜索期间呢，只发现27片的飞机残骸，其中呢也只有3片被证实是马航 MH370的碎片，没有其他的重大发现。因此呢，搜救行动在2017年的1月宣布终止。而面对搜救终止的结果呢，遇难者家属表示无法接受，强烈的要求马来西亚政府重启调查。所以在2018年年初呢，马来西亚政府跟美国海床探索公司海洋无限合作，重启搜索行动。那虽然海洋无限的公司呢启动了先进的水里监看设备，全力的寻找这个马航 MH370的踪迹，但几个月之后呢，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第2次的搜索行动再次的终止，因为苦寻不到线索，飞机消失的真正原因也无法被证实，所以各界都在猜飞机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整架飞机消失不见是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而这也引发了各种猜测跟理论。首先呢，有专家分析，这起飞机失踪案机长劫机的机会很大。专家表示，机长在事发前生活过得不如意，可能呢患有忧郁症，因为这样子他才决定呢关闭雷达，再绑架飞机，最后可能带着机上的人一起坠毁在印度洋上。那虽然不少人呢都相信这个理论，但马来西亚的官方调查报告否定了这样推测。官方调查指出呢，机长在人际关系或者工作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劫机的动机。再加上还没有找到黑盒子所以没有办法证实机长绑架了马航 MH370。再来，也有人认为呢，飞机可能是被恐怖分子控制了。根据马来西亚特别调查组的调查呢，马航 MH370 上面呢有2名伊朗籍的乘客持假护照登机。消息传出之后，飞机可能被恐怖分子劫机的舆论四起。不过后来国际刑警组织出面回应，这2个人并没有接触过恐怖分子的记录，持假护照的目的呢，可能只是为了移民欧洲，所以暂时排除了2人劫机的可能。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飞机起火论，因为马航 MH370 的货舱里面呢装了超过220公斤的锂电池，有人认为会不会是因为锂电池起火导致飞机发生了火灾之后不幸坠毁了？那对于这个推论呢，不少飞航事故调查员指出，如果飞机真的起火的话呢，机长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向外界求救，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所以飞机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不大。那随着这些猜测被一一排除不少阴谋论因此浮上了台面。如果不是机长劫机，也没有恐怖分子涉案，那到底是谁让飞机消失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民间流传了几个阴谋论。例如有人怀疑马航 MH370 失踪案的凶手可能是美国政府。有专家指出呢，因为马航 MH370 上面载着美国的这个机密资讯，而美国为了不让这些机密入境中国，所以下令劫持飞机，再设法让飞机坠毁在印度洋。另外呢，还有科学作家指出，马航 MH370 呢可能是被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下令炸掉的。虽然他也坦诚自己不太确定普丁的动机为何，但他认为呢一定是普丁下令把马航 MH370 炸毁的。最后，甚至还有谣言传出，马航 MH370 会凭空消失，是因为飞机被外星人给绑架了。那虽然这些假设听起来都很离奇，但这也代表着面对马航 MH370 的失踪案呢，各界始终毫无头绪，所以最后呢，连外星人也变成了嫌疑犯。不过今年年初呢，这件事情又再度引起了讨论，因为有2个航空专家表示，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呢，觉得之前的搜救行动根本就都找错方向了。这2位专家表示比起地毯式的大海捞针，大家应该以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去线索飞机可能坠毁的范围。尤其之前的大部分推测呢，都是认为飞机是高速坠海的，但如果它真的是高速坠海，那理论上面残骸应该会很容易被发现。可是马航 MH370 的残骸却几乎找不太到，那可能就代表它坠海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呢，这2位专家先假设马航 MH370 真的是被机长劫机的，那他当时的流程呢，应该就是先隐匿这个飞机的行踪，接着将机舱减压，让机上的人因为缺氧死亡。之后呢，他再把这个飞机迫降在水面上面，这样飞机上面呢就能够保持相对完整的机身沉进大海里面，让人更难找到。而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飞机可能坠毁的位置应该就会落在之前搜索过的区域，在南边呢，大概是几百公里的地方。因为专家也表示，如果在这片海域当中搜查呢，应该最快是在10天之内就有机会找到飞机的线索。所以2人呢也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应该要重启调查。
而今年3月初，在马航 MH370 失踪10周年的纪念会上面，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提到，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重启调查。他说，官方和美国海床探索公司无限海洋正在讨论重启调查的新提案。而在外界认为如果重启调查，搜索任务的困难度和所需的经费一定会比想象当中大，而且是否真的能够找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准确的预测结果。对此，陆兆福表示，马来西亚政府有决心寻找马航 MH370，而他呢也会尽力的推动重新调查的进程，尽快的还给遇难者家属一个真相。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一架飞机在飞行时突然完全的失去踪迹，真的是一件蛮离奇的事情。但同时呢，在看到空难10周年的新闻之后，想到遇难者家属就这样子等了10年，这样的情况呢，又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当听到马航 MH370的调查可能会重新启动，我们觉得这个消息真的很振奋人心。一方面呢，是有机会抚慰家属的痛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这次的调查有机会还原事件的真相，甚至呢，是为全人类的飞安带来正向的帮助。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这次重启调查呢，好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让我们有点担心。如果官方还有家属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就重启调查，可能会产生期待不一致的情况。举例来说，官方说的可能是找到黑盒子，但有些人呢，可能是会期待要找到机身，甚至是更完整的证物。不过这部分呢，现在官方好像都还没有拟定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那在期待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或许反而有可能带来额外的失望。所以我们觉得公开的说明会或是跟家属展开讨论等等，或许也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呢都非常期待马航 MH370 失踪案能够早日的真相大白，让遇难者家属可以放下悬着10年的心。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有机会在新的地点找到消失的马航 MH370 吗？我觉得可以在全新未搜索过的海域搜寻，感觉很有希望。毕竟我觉得不太行一切都只是专家的推测，要找到飞机感觉还是很难。所以我抱持着开放态度但感觉要在10天之内就找到飞机应该不太可能。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马航 MH370 失踪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神奇飞行事件以及航空传奇波音747。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